140年前的枪还能打吗？你别看这枪现在是这个怪样哈，但是在当时它可是降维打击般的存在，有多夸张呢？就好像别人还在骑马砍刀，你已经开始在开坦克闪击战了。不是碎发枪，也不是栓动枪，而且你绝对没见过的一种奇怪装弹方式：先开脑门往里灌子弹。但是就算是这么厉害，曾经一个军队装备这把枪还被印第安人团灭了。今天咱们就来看看这把141年前的老古董——春田活门式步枪。别看它看起来很怪哈，但打起来也确实很怪。一次的话呢，只能装1发，但在19世纪后期，它就是能碾压碎发枪的划时代科技。当年碎发枪那玩意儿哈，装1发得花1分钟，这玩意儿先开活门，啪一下就装上了。美国陆军在1873年呢，也是第一次把这种活门式的后膛枪定为了全军制式装备。而我手上这把呢，就是骑兵专用的卡宾枪版本春田 M1884。OK， 那我们来点实弹测测准度哈。我们用的是这个4570的弹药，这种弹药我们原来其实用的是黑火药的，但我们现在的话呢，其实是用的这种无烟药的现代版本。大家可以看出来啊，这个子弹前面这个重量还是很重的，而且非常的大。我们先来试一下，我们可以看到那边我们有一个这个靶子，我们来试一下这个距离的话，我们能打中几枪？我们先来打5发看一下哈，兄弟们。先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枪是怎么上子弹的哈。首先你看到这个地方是闭着的，然后把它拉开一半，这样子的话，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保险的状态。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把它这个 trap door 就是活门打开，然后子弹的话呢，从这个地方放进去，关上，哎，然后再把它打开。这样就是可以激发的状态了，学会了没有？来，我们来试一下，看能不能打中哈，兄弟们。哟，好像没打中，但我来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子弹是怎么退膛的哈。就先把它这个地方要先打开，然后呢，再把这个活板门往上。这个子弹正常来讲的话，它应该会咚弹出来的，可能这个卡壳了，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。所以说这种情况怎么办呢？我们就要用到我们的推壳杆了，看似是后膛枪哈，实际还是前膛枪。这弹壳出来了，你看这个弹壳有多大多粗哈。再来一发哈，兄弟们。哎呦，枪还真不好瞄，我说实话，而且后坐力齁大，真的后坐力齁大，又出不来壳了。滑膛枪跟那火神枪没啥区别，这么搞的话，但也没办法，你知道吧？就是140年前的枪，咱也不能要求太多。OK， 怎么说应该还是比火药枪快一点吧，我感觉。来，中了哈！我已经掌握到它的诀窍了。你们不信，我再给你们来一发。但在此之前，我得先把这个东西捅出来。现在兄弟们应该都知道怎么熟练使用这把枪了哈，不用我教了哈。哎，没啥问题哈。再打一枪也是能命中的。打的这个射程哈，跟黑火药枪比肯定是射程远很多，而且也要准很多。如果说它能正常弹出来的话，其实也是快很多的。但是咱们这把枪哈，你们也懂，141年前的枪了，所以说能打就已经不错了，好吧？兄弟们，看我打得这么辛苦，这样戳的份上，给个3连啊，是不是不亏？你们可以猜一下，我买下这把枪花多少钱啊？这应该是我所有枪里面最老的那把枪了。而且这个枪的射程跟碎发相比呢，也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的。它这个枪的射程最远差不多能达到400-500米，那碎发枪啊，那就不用多说了，你们懂的都懂。而且最骚的你知道是什么？它这个地方这个旋钮，它转的还可以左右去调它的这个风偏，就是这个风对这个弹道的影响，你可以去甚至去调这个。这个在一个18几年的枪上面看到是不是有点离谱了？这个旋钮也是可以转的。转了之后的话呢，它就是可以去上下的调节这个东西。那你们别看这个枪，虽然说是18几年的哈，但是它的这个威力啊，那还真不见得比现在的枪小。你们要是不信的话，可以看到啊，那边有一个西瓜、一瓶水、木瓜，我们来看一下打出来是什么样一个效果哈。而且你们看到我现在头上戴的呢是这个 Insta 最新出的 Instago Ultra， 它的话呢可以非常身临其境的让你们体验一下拿着这把枪打
打枪的第一人称是什么感觉？经常看我视频的兄弟们应该知道，我一直用他们家的 Go 3S 拇指相机去记录打枪的第一视角，非常无感和方便。这次 Go Ultra 在保留小小机身的同时，画质更是直接对标专业运动相机。我觉得它以后一定会成为我日常记录必不可少的一台设备了。那么现在呢，看你们有没有回到这个19世纪的这种味道哈。你们就说这威力大不大吧？打猎打鹿完全没有一点问题，威力是相当大。来，我们下一发哈，水瓶子哈。哦呦，再下一发哈，我这个速度应该是比这个火药枪还是快不少的哈。哦，你们看那个洞有多大？来，我们去看一下，兄弟们。我去，你们看这西瓜烂成什么样了？已经大卸8块，全部烂了。然后水瓶子，我操！你看我们之前哪个枪能打出来这么大的洞？你就说。然后这边这个帕帕亚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我去，这有点离谱，不是我说，这个是真有点离谱。你们看这个空枪效应啊，有多么恐怖，甚至我都能和你们在里面隔空相望了，这里面全烂了。所以说这个枪的这个威力啊，绝对是不容小觑的。那如果你们不相信的话呢，我们今天还带来了一块这个防弹板哈，我们来看一下能不能打穿。之前给大家测试过的这个哈，国产的80块钱的这个防弹板，762都防住了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个4570能不能给它打穿哈，兄弟们。那你们可以看到哈，这个子弹啊，确实是没能穿透这个防弹板，它打的是这儿，你们可以看这个地方。但是它这个其实跟之前的比看，你看这是这个7.62打的。7.62这个凸起明显是比这个要高很多的，因为你看这个基本上是平的，你们看见没？因为这个子弹的话，它这个弹头的重量啊非常的重，子弹的这个初速也比较低，所以说穿透力的话不是很强。但是呢，对于打人或者说打这个动物，或像我们刚刚打那种西瓜啊，它这个伤害那是相当的大的。所以说这就是这种弹头的特点。这把枪其实最早呢就是为了打印第安人而设计的。你们看到刚刚那个威力哈，你们可能以为这个枪肯定降维打击，手拿把掐，对吧？但你可别太小看对面，因为1876年的时候呢，小大脚战役，卡斯特中校率了200多人，全营就是配的这把枪，结果被印第安人团灭了。为什么呢？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卡壳了。当时用的是这种铜壳的子弹，激发之后呢，热胀冷缩，弹壳就直接粘在后膛里拔不出来了。而且早期的这个骑兵版本哈还没有推壳杆，那这就难受了。真打击了，这玩意儿就只能变成这个棍子了，拔刀变棍。然后只能靠近身肉搏了，这也成为了历史的教训。之后美军就彻底的放弃了铜壳，改用黄铜弹壳，因为它的膨胀率更低，不容易卡壳。知识点记住了吗？川田的活门枪呢，从1973年服役，甚至到了1战时期呢，还有部分被发放给了沿海的民兵，它的服役时间超过了40年，所以说能在历史里留下名字已经很不简单了。那么如果你是当时的那个小大脚战役的主帅，你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团灭的问题呢？评论区可以讨论一下，兄弟们。那么这把枪呢，其实我们只花了900块钱，140年前的老古董哈。而且这把枪因为它这个年限已经很大了，所以说其实你买它的话，甚至都是不用经过背景调查的，直接邮寄到家里。兄弟们，如果觉得这期视频看得过瘾，一定记得点赞3连。那么如果还有什么想看的有趣的，一定记得在评论区告诉我。那么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我是张黑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